公司大扫除，跟同事们一块出来倒垃圾，他们走的时候没叫我，把我跟垃圾一块扔垃圾站了。我们忘了，那平时搁公司人缘就差，还没啥存在感。那走的时候没人叫他了，赖谁呀？他往那一站，跟垃圾都顺色了。再说那老板也说了，让我们把公司没用的东西都扔了。那也不能把我扔垃圾站呀，这还是无人的，这好几十公里荒郊野岭的，连个车都打不着，还得一流浪的大哥以为我要跟他抢地盘，都要揍我，太气人了。你先不要太激动。我怎么不激动？现在全公司都在传公司大扫除，把我扫出来了，我不要面子吗？老板没发现公司少个人吗？没有啊，老板还说这次大扫除比较彻底，还挺成功的，让我们继续好好保持现状。这里八面漏风的，还挺危险的，要不我们建议回去吧？不用，我现在颜面扫地了，你让他们亲自来道歉接我，不然我就不回去了。你晚上怎么办？我在垃圾堆里捡了个帐篷，还有口破锅，食材也不少，晚上应该饿不着。哎，别动，那是我家，不是垃圾。这好几十公里还没等我们过去呢，天就黑了。你就让他搁那对付一晚上呗。再说你给这些零食给他带过去，够他对付的了。我不接受他们的施舍。要不我给你买点吃的吧，看你怪可怜的。你人还怪好的，吃点水果吧。不了吧？你要喜欢吃酸的，我看里边还有杏，都是微霞。还有零食，挺丰盛的啊。那反正你饿不着就行呗。这都已经大晚上了，你实在不行，明天早上给他接过来就完了呗。等会儿。旁边刚才又来了一辆垃圾车，你看也不看就往后倒，这往我帐篷里倒垃圾，这把我埋住了，你们快来救我呗！他开车拉我们出差，开半天最后告我们走反了，开海里来了，车抛锚了，给我们全扣这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开反的？当时顺着导航走到头没有路了，到海边光剩一片蓝了才知道的。导航开反了啊！实际上应该这么走，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越开离终点越远呢？他脑袋跟屁股也长反了，那走反了都是告诉一声啊！这一路上又沙子又泥的，坑坑洼洼，跟巴音布鲁克似的。既然发现走反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那身后那么多同事看着呢，还有女同事，那开半道说走反了，不让人笑话吗？硬着头皮开呗。那开反了应该提醒一下同事的。我提醒了，我一直单曲循环反方向的钟，他们听不明白赖谁。既然是你的错，应该去帮帮他们。路上人生地不熟，你们就没提醒一下他？我怎么没提醒？一到路口我就看他，他就搁那点头。我问他没走错吧，他就搁那摇头。这都看到海边了，再往前看到干海里个屁的，他还搁那点头，跟个傻子似的。啊？他们问我了，那我在切歌呀，我这耳机单他摇头就能切歌，点头摇头就能接挂电话，是他们自己误会的。当时听歌听入迷了，也没注意到他们问我。他能听见，他不告诉我们一声。这好东西我给他用都白瞎。窗杆，你不用推了，不用推了，我都联系老板同事来救咱们了。小涛，你给我发的定位咋回事？我们开车进来人海水爆了。忘告诉他别开进来了。完了，海底捞了。啥海底捞？说你们公司都不干活了。那不是不干，是只干一半。公司最近效益不好，老板说给我们一起起降薪，说的工资减半嘛。那我们现在上班就上半天，其余半天愿意干啥干啥，摸鱼。你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呀？工资减半了，那工作时间也可以减半。你要是不小心多干了，那多对不起那点工资。你是怎么用半个屏幕工作？我在控制工作效率。为了防止工作量产出超标，我让他把另半个屏幕封印了，效率降低了一半，和薪资相匹配。这样不满意，应该去和老板沟通一下的。沟通了没有用啊，老板说了让我们适应适应，说坚持俩月就好了吗？我们减半了，那老板的收入也得减半啊，那都一个公司的，那不得同甘共苦吗？涛哥，客户说要结尾款了。你等等，你告诉他给一半就行，别给多了。那老板撅我咋办呢？你让他适应俩月就好了。在工作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降薪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哈。同志们利用其余时间该吃吃该喝喝，过得比以前的滋润。我不太滋润，老板降薪就算了，还把五险一金也停了。我最近看病又花了不少。工资减半的行为，你们是不是很怨恨老板？我觉得工资减半的决定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你就像他半途而废的人生，和他的事业一样，半死不活。涛哥，你们工作量都减半了，那我这大门还开不开门了？大爷，你看你就不灵光，你看门只看左边那办事儿，右边门来人随便进，他就是开辆坦克进来也不归你管。好嘞。公司现在就这制度，干啥都干一半，让他适应适应就好，是吧？他不睡了。老板让我给他发这个月财务报表，给他发一半，剩下的让他猜。身为老板你怎么看？这种行为就是小孩子赌气，在我看来非常幼稚且可笑，我根本不会在意。走吧，司机。走不了了，我只能送一半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。公司出来团建，我们正玩的痛快呢。他带着个破电脑在老板面前装模作样出来工作，你这不恶心人吗？他们光知道玩，还不让我努力工作了。那身为一名员工，就该时刻为公司创造价值，团建也不例外。老板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一直和老板通着电话。汇报工作。
为了舔老板脸都不要了？平时咋没见他正经干活呢？咋的一出来就装上了？刚才还发了个朋友圈，又是和废物同事们共事的一天。他们光玩不干活，还不让我好好干了。我就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。喂，你都小点声，吵着我眼睛了。你这方案写不好，我告老板啊！你这脾气还不行。同事们声都不敢出，跟生在辣家里了似的。现在都是打手语交流，看着。感觉你说话声音还挺大的。我不惯他，他怨高高的。你看，好好一会儿麻将玩成你比我猜了。别好好的，你们玩可以，你别出声，别打扰我工作。打麻将不出声玩。哎，老板，你听见了吗？恶心吧，走吧，不玩了，看电影。你这样做考虑过同事们的感受吗？那一起干活的才叫同事，他们不干活不配做我的同事。我瞧不上这些好吃懒做的家伙。他愿意干活，别跟我们一起来呀，在公司多好啊，非得过来恶心我们干啥呀？这干啥？这电视够大，也很清晰，比电脑舒服多了，适合我投 PPT 工作。这地方我用了，你们走吧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是一条非常忠诚的员工，我很欣赏他。老板，他们把我上铁锈案子上了，你就快来救我呗。没事，小涛，报工伤啊。老板看我们不加班，说以后加班给加班费。他一听就赖公司不走了，他1个星期没回家了。我真怕他哪天凉办公室里。那加班给钱啊！我认为赚加班费才是真正的多劳多得，那每个小时的收益都看得见，有这机会你得把握住。还加班费呢？加班加的人都快废了，上班都是他副业，加班成他主业了。这么夸张？啊，他这个月工资翻了好几倍嘛，加班加的给老板都加急眼了，说他再加班就起诉他。我第一次知道劳动法原来是保护老板的。那你休息时间用来加班不困吗？困就上班睡呗，我上班的时间用来打盹摸鱼，充分休息，你为下班后的加班做准备，你这不就兼得了吗？上班时间我要睡觉了，你等会儿再来。他上班摸鱼挣工资，下班加班拿加班费，这公司的制度真让他活透了。这我认为这是一种资本回收，老板白天压榨我的价值，我晚上回收老板的资本，形成一种闭环。所以我白天就干8个小时，晚上必须再干8个小时，就补回我的损失。你好像挺有研究的，经验挺足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今年除夕不放假，我又可以加班了。那你对他挺能算计的。那可不嘛，就为了多挣点，他把他家里人都叫上了，什么7大姑啊、8大姨全面试入职了，都快成了家族企业了。他那大爷70多了，都退休了，现从敬老院给拉回来上班，那电脑都不会开，还给人签了30年劳动合同。老骥伏枥嘛，年纪大不是不创造价值的借口。你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？这虎毒还不食子呢，我拉我大爷过来能害他吗？那不就想让他多赚点吗？你今天咋没看着你大爷？我西藏搭桥去了，大晚回来。回来干啥呀？回来开会。那回不来呢？回不来开席呗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爱加班是好事，只不过小涛的方式未免有些极端，他把加班费开发到了极致，这也带给了我不少启发。什么启发？创业这条路不适合我，我打算找个班上。说公司规定不让上厕所了。啊，那老板批评我们工作效率太低，我就跟老板提出了进出同步的建议，工作时间禁止上厕所。进出同步就是让我们上厕所的同时把饭吃了，一头进一头出吗？节省时间，提升效率吗？那他妈吃和拉能一块吗？那不串味吗？上厕所用屁股就够了，那嘴不是还闲着吗？这个时间用来吃饭，不就可以双管齐下，留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吗？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？反正老板听了挺高兴，他还采购了一批饭桌安在厕所里边，干净又卫生。现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上厕所，必须得等到吃饭时间一起上，憋不住就罚钱，给我们整的现在不敢吃不敢喝的，吃喝不规律，最近胃都疼。你要知道，不是每个同事都能憋到中午饭点的。憋不住，你提前把饭点了呀，自行匹配进出同步时间。职场上混，你不得有点规划吗？他这么做对你影响很大吧？这老板还支持呢，给我们整的现在一到中午饭点就换了。要不是厂子给我们备这药，我们认为都坚持不下去啊。到饭点了，你拿着饭去厕所进出同步。同事对你挺不满的。对我不满也不是1天2天，我不在意。这上厕所也不带着餐具，太粗心了我也得送回去。3号门是吧？这儿。看每次人外卖员一来，看着我们提着餐具叮当的从厕所里面出来，边走边打嗝，我们都没办法解释，人还以为我们这是企业文化。你这么做就没替同事们的健康考虑吗？你考虑了呀，我把他们如厕的时间都记录下来，反映给老板，5分钟就解决了。不吃了。拉这么快，你不怕噎着？20分钟，你吃这么慢，你便秘啊？他这么做，老板应该挺高兴吧？刚开始还行，现在也受不了了。老板，你这拉完了吗？你用不用我给你擦擦嘴？说你骚扰公司女同事了。
那不叫骚扰，最多算打扰。这不嘛，公司新来2个女同事，那小涛按耐不住了，像哈我金毛房似的，两眼直放光，上赶着跟人搭讪，就这他俩都不爱搭理他。那以后都是同事了，你跟大家熟悉一下，人之常情啊。你怎么把我想那么龌龊？关键全办公室也没有一个不烦他的呀。那新同事见他都绕道走了，他心里就不明白吗？哥，我觉得他有点变态，是吧？新同事好像不是很喜欢你啊。没事，万事开头难嘛。他们骂我的时候，我全当他们在骂狗了，就熟了就好了。我可以问一下，这2个你相中哪个了？哪个都行，我不挑。我给他俩买了个饭到了。关键是我就没见过他那么不要脸的呀。那老同事混完了，又开始混新同事了。我买的饭到了，公主请吃饭。公主请吃饭。他俩不是我是你听。厉害！而且我偷摸告诉你啊，现在首销限时价3298元起，别告别人啊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小涛想交朋友很正常，但是社交要讲究方法，他应该多跟我学学，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，我平均1个月就会交1个新朋友。那你确实挺厉害。老板，你那是女秘书，跟我不一样。客户谈一半，我肚子疼，上了个厕所，我让他来帮我看着点。结果我上完厕所出来一看，他跟人客户合同都签完了，奖金嘛成他的了。那都是为了公司赚钱，谁钱不是钱呀？因为他一跑屎，客户跑了算谁的？你怎么格局那么小呢？那为什么让他来帮你照顾客户呢？他在公司资历最老，能力最小。我寻思这客户咋的，他也不能跟个废物签合同吧？那客户怎么会选择他呢？我脸皮厚啊！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印泥都准备好了，那合同都是现抄他的。按手续的时候，那客户还犹犹豫豫的说这样不好，那还是我把着他的手按下去了。那你脸皮确实挺厚的。谢谢，我只是善于抓住机会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。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去拉屎，你不傻逼？我是干不出这样的事儿，我憋裤兜子里也得千万再拉。他这么跟你说的啊？我还纳闷呢，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他给我发消息跟我说，让我慢慢整，别着急，说慢工出细活嘛。没想到他给我整上活了，把我客户整他那儿去了，我真后悔我。你今天必须陪我客户，要不别怪我不顾同事情分。你给你机会不中用来谁？你小心点样，你嘴都气到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废物，没想到你还是个阴险的废物。你自己拉痛快就得了，别在这儿给我找不痛快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小涛也算是一条要资历有资历、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，非常明白职场只看结果不看过程，离闯应该吸取教训，多长个心眼。怎么说？傻人有傻福，啥都没有。我下边开出租车搞副业，想挣点外快。那同事知道了，非让我送他们回家，我都忙活一宿，1分钱没挣，还打好几箱油进去，我觉得太不是人了。那都是同事回家蹭车，那多常见个事儿啊！他心眼咋那么小呢？一点格局都没有。顺路送一下也没什么，也不要太计较。我怎么不计较？那群狗东西住的一个比一个远，那给人的定位我本市的地图上都搜不着，离厂住的都快出省了。他们确实挺过分的，方便问一下有多少同事蹭你车吗？30多个，一趟车拉不下，在公司等着我回来，那排着队等着我回来送，这等着急了还打电话催我，这一点脸也不要了。那我们人多不也是想给他照顾生意吗？确实没有你们这么照顾生意的。那我都多仁义了，我还是特意现从平台上下的单，下了单才坐的他的车，那多少也是帮他开单了。还是你比较讲究。他讲究。哎呀，他下单了没结账，还反手给了个差评，反扣我200多，说这司机颜值不符合预期，引起不适。他开车确实挺不容易的，我觉得你们当时多少该表示表示。表示了，他当时问我们说我们谁能帮他加个油，我们不都抢着帮他了吗？他们真的给你加油了吗？你加了一路，嗓子都喊哑了。那喊着加油，看我去加油站付的钱，我这副业开工第1天就负债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他还不乐意了，这年底了，这公司这么忙，他这时候干副业，那工作不都匀我们身上了吗？我们多帮他干个活，他送我们回家，这多公平啊！那我干副业一点都没耽误工作，我受不了这口气，我要去告诉老板。太过分了，都是同事，竟然占你便宜！不要怕，小涛，我给你做主。老板还是你好啊！以后我坐你车，你送我上下班，我看谁还敢占你便宜。老板，我让他负责下班锁门，我们加着班呢，他走的时候连声也不吱，把我们锁屋里头了。公司晚上断电，黑灯瞎火的把我们锁着冻了一宿。那我到点下班了，他们加班我又不加，下班了我不走，我还等什么？再说老板交代了要锁门，丢了东西算谁的？你是怎么界定锁门时间的？以我为准，我就下班了就锁。他是公司第1个下班的，踩着点就下，整个公司除了他全锁里边了吗？再说他锁门的时候就不能看看还有没有同事吗？那空调一断电，这屋里都快门铃下了，都给我们冻成冰雕了。唱歌好像感冒了，发烧吗？那给我捂手来。走的时候就没问问同事吗？问了，我问他们几点走，他们说7点。我说行，我7点再来。那我也没说早上7点呢，本来寻加会儿班，他直接给我们干通宵了。那你就没试过打电话叫他吗？
打了20多个，我没接，我以为工作上的事呢。我这人就是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，那下了班就不爱接同事电话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打这么多肯定是有急事儿？急事儿，那我更不接了。主要是我们男同事还行，那女同事咋办呢？这黑灯瞎火多不方便呢。对呀、那黑灯瞎火的哪不方便了？那他们就偷着乐去吧。这么多女同事家都不回，男朋友都不陪了，那就在公司陪着你通宵，你这多快乐呀！可能始终不是你的，是别人女朋友。别人的那更快乐了。他还挺乐观，我们现在不想跟他开这种玩笑，赶紧让他过来给我们道歉。闯哥，我这儿还有玩火鸡面，你吃了吧？我看你冻得挺难受的，暖和暖和。还得是你，闯哥平时背白疼你，还知道来呀？这给我们冻的。你自己体质不行，别赖我呀。你看这个就睡得挺香。喂，僵了。要不送医院吧？